拜登刚宣称决心军事干涉台湾问题，白宫又紧急动用了卫生纸，又是美国极限施压的红白老套路。下午看新闻的时候啊，发现各个微信群就跟安了定时炸弹一样，同时就起爆了。原因是什么呢？是拜登在日本放了一个大招。刚开始看的消息呢不是很完整，就一句话说拜登决心军事介入保卫台湾，然后很快路透社等大媒体也纷纷开始报道。这个新闻的分量呢还是很大的，因为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真的用武力进行了干涉，那就意味着中美之间爆发全面战争。而且拜登还说了，台湾问题上要和盟友们站在一起站在一起参战，那就是世界大战的意思吧。那我就好奇了，谁愿意跟美国站在一起，跟中国拼命呢？是各国自己举手报名呢，还是拜登指名道姓呢？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啊，某个群里边有一个一向特别爱玩阴谋论的60多岁的老同志就变得特别紧张，说他好像听见海淀区是不是拉防空警报了。我估计呢，他家门口可能刚刚过了一辆救护车。我自己看完新闻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拜登怎么就这么大胆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等子弹再飞一下，然后就在几个群里边说别着急，不要只看拜登喷了什么，要看白宫会不会出来擦屁股。如果这次白宫什么都不说，那咱们准备打仗吧。但是我猜白宫一定会出来擦屁股的，因为从经验看，以前呢这种事儿出过很多次。拜登先随意说话，弄出一个特别惊人的大新闻，然后呢白宫发言人再跳出来一边嚷嚷说我们总统呢他不是这个意思，一边把老总统拉回宫里去。可能呢这次还是这一招，基本上是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另外呢还有一个线索，外媒新闻报道的时候提到拜登讲了几个观点，前一个是关于中国出口到美国那些商品关税要不要下调的问题，第二条才是说武力保台。这两条观点对比起来看就好玩了，这都要说武力干涉台湾问题了，那边还讨论关税问题，有意义吗？所以我觉得拜登可能又是要虚晃一枪。果然呢，没让我等半个小时，白宫的卫生纸就已经出来了，说拜登发言不是你们理解那个意思，美国对台政策没有变。拜登的意思是，美国支持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中美签署的所有协议，但是美国认为使用武力这个方法是不合适的。至于拜登说的武力保台，白宫解释，意思就是向台湾提供所谓的军事防卫能力的承诺，继续军售嘛。绕了半天还是这一套，先放飞总统，然后回到原点。有人就说了，拜登真是老糊涂了，怎么这个说话老是不靠谱。但是别忘了，姜还是老的辣，狐狸也是老的精。拜登的表现跟白宫的解释很可能就是一个白脸一个红脸，一唱一和。总统的任务是给对手施加压力，发出威胁，然后呢白宫再重新解释一下，就让拜登这番话变成了非正式言论，说了就可以解释成没说，一擦嘴就不负责了。这还是极限施压的手段，但是比特朗普那会儿玩的进退自如玩的精明多了。其实呢，面对美国这种施压，我发现身边很多人反应也不一样。有些人呢比较紧张，有些人呢觉得挺好玩的，还有些人觉得挺遗憾的，就是觉得怎么白宫最后还缩回去了，太没意思了。其实呢都可以理解啊，紧张的人是担心对台作战增加变数，毕竟我们的子弟兵可能面临更多的风险了。觉得遗憾的人呢是真想用这个机会把美国揍一顿。其实中国军事力量发展到现在，拜登说完这句话之后，我们是没有必要紧张的。真正应该紧张的不是我们，是美国海军，因为美国海军可能要冲锋陷阵的。而最应该害怕的应该是台湾岛上某些人，毕竟如果美国敢于用武力干涉台湾问题的话，我们将来在岛上动手的时候，那就绝对不留任何情面了。前年开始我就在节目里边说过，岛上同胞尽可能抓紧时间转移资产，特别是房产留着没意义，我真不是骗人的。不信呢，我们就等着看拜登装傻的效果是不是解放军最近要在台湾岛周围进一步的增加活动。至于拜登呢，要装傻没关系，我们就当他真傻配合一下。再奉劝一句，我们希望美国总统先充分使用大脑，对后果进行思考，再发表意见。人跟枪场动物毕竟可是有区别的。好，关于拜登用这些老招数吓唬中国还能用多少回，我们以后慢慢瞧吧。今天这个话题呢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以后慢慢聊。